单车迷行，单车老司机。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旁边这个月饼盒，想必今天的主题大家已经有所了解。那么今天的主角将是我们这套 SRAM eTap 无线电子变振系统。SRAM eTap 无线电子变振系统，实际在前年的德国全球发布会上，我就给大家带来过全新的中文一手资讯。然后今天的话，将给大家详细演示一下这套无线电子变振系统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配对连接，然后怎么样去解除它们一个连接关系。好。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基本上就是 SRAM eTap 无线电子变速它的一个电池部分，也就是它的一个变速部分。我们先把电池装上来，电池它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的保护盖，前后波也有一个保护盖。这个保护盖的话，实际上是在我们长距离运输或者说是长时间不骑车的时候，需要把电池拆下来，一个是防止电池的丢失，另外一个是防止电量的流失。实际上，我们把电池装在前后波的时候，前后波就会保持待机状态，然后电量会慢慢流失。所以我们长时间不骑车的话，还是要把电池拆下来。然后我们先把电池装上去，这个非常简单，拆开这个盖子，然后把这个卡进去，电池卡进去之后按上就可以了。然后后波也一样，把这个打开，然后摘掉，再把电池装上去。OK， 然后装好电池之后，我们需要检查前后波是不是正常的。这里有一个功能按钮，也就是分神按钮，我们按一下，我们看到这样灯亮了，然后前波在动，所以前波和电池都是正常的。然后后波也一样，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功能按钮，按一下，好，灯亮了，但是后波没有动，所以的话，实际上在按的时候按2下，这个后波它会这个导轮往里面走，要按1下的话，导轮就会往外侧走。所以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后波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手变头，手变头的话按一下，然后右边手变头，左边手变头。好，两个手变头都亮灯了，它是正常的。然后我们看到前后波没有动作，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配对。那么怎么进行去配对呢？配对的话有2种方法，一个是从前波作为一个配对的主体，或者是后波作为一个主体。我们这里也是用前波作为一个配对的主体，长按这个按钮。好，等到这样灯亮了，实际上它在等待配对。然后我们把后波拿过来，长按这个功能按钮。好，灯快闪，这配对完成。然后手变头也一样。好，左边手变头完成，然后右边的手变头。好 ，OK， 这一个配对动作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关掉这一个配对，我们从哪里开始就从哪个结束。然后我们试一下现在这个配对是不是成功，然后试一下后波。好，后波这个没问题。好，后波跟手变头的配合没有问题。看一下前波。好，前波的配对正常，所以我们这个配对就已经成功了。那么我们怎么解除它们的一个配对关系呢？实际上逻辑很简单，就是让前波跟后波配对，或者是后波跟前波配对，这样子的话避过这个手变头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解除配对的关系。我们从前波进行演示，然后长按这个按钮。好，它已经在等待配对。这个逻辑的话跟刚才的配对是一样的。OK， 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把前波这个配对功能关掉。关掉了之后，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一个配对还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好，后波没有反应，然后前波，好，它们的配对关系就已经解除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用后波进行配对。实际上后波的话，我们长按这个功能按钮。好 ，OK， 它在等待配对，然后拿前波进行配对。好，前波完成配对，然后是拿另外一个手变头。OK， 再另外一个。
好，完成。结束之后，我们关掉这个配对。OK，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配对关系是不是已经成功。看一下后波，好，后波跟左右手边头都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前波，好，整一个配对是正常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整一个配对和解除配对关系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操作。那么我们把电池摘下来之后，它的配对关系会不会解除掉呢？实际上我们拆掉，然后后波也拆掉。OK， 我们再把电池装上去。好，因为我们刚才是配对成功的，我们试一下现在它的配对关系会不会解除掉。好，后波没有问题，然后前波好。实际上我们拆除电池的话，并不能够解除它的一个配对关系。如果要解除配对关系的话，只能够通过前波跟后波去配对，然后避开手边头这样一个操作。好，经过刚才的一番演示之后，大家是不是对4M ETAP 无线电子变频系统又有一个新的了解呢？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